超级实用的动感短发，大家注意看一下，全头方形。首先我们刘海，这等于是横向低角度45度剪一个方形，这样锁定长度，跟随头骨走圆，手位也跟随规律变化，但是切口还是要方形。因为 model 脸型偏长，这样就可以增加横向的宽度，使其平衡。这样我们也可以方便定长度。在商业过程当中，先剪长度再剪层次，更容易控制。这样剪的好处呢，不容易破坏。这样既外面有质感，同时内部又有动感，等于十字交叉检查。注意左右靠片是2带1 3带2，因为纵向更容易拿走量感，横向更容易建立形状。大家注意看一下，就可以得到丰富的层次以及刘海的长度，又可以增宽刘海的横向宽度。那侧屈一点放射向前，注意看上去发片与地面平行，切口与地面垂直，但是我的头位是另侧的，等于是轻堆积。如果两边剪去除 ，model 脸型长就会更长，所以我们要剪一个轻堆积，一点放射，手位与划分线平行。那最后一片的时候，大家注意看一下，一点放射是水平，所以呢，低于水平一指位，等于是一个轻堆积。注意看一下。如果和划分线平行就是90度了，那我们垂直检查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一个轻堆积。那剪轻堆积呢，就可以使脸型偏长的增加横向的宽度，同样的规律。如果脸型宽，就可以剪去除收紧。所以呢，我们的技术收紧增宽一定要根据脸型的宽度和长度。这边也是一样的，一点放射斜向前，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头发更容易产生向前的流向，起到修饰脸型的作用。当然也可以斜向后剪方形，也可以垂直剪方形。那我们的次分区呢，要跟随头骨脸型的变化而变化。如果脸型好看，我们就斜向后，同样的一个道理。那后面呢，我们继续的斜向前，这样不容易前短后长，剪一个方形，先剪长度，分的发片不要太厚，这样更容易看清楚我们的目标长度和头发的服帖度。就是锁定目标长度。功能性上面，我们剪方形的目的呢，是平衡当下这个模特脖颈偏细，使其平衡和谐。那我们先剪这样的长度呢，在商业的处理当中，剪任何的头发都只有3个技术：线条、堆积、去除。我们剪任何的头发都可以先定外线，再剪头发需要的内部层次 B 或者 C。那当下大家注意看一下，以不破坏外线，利用头位低15度剪一个90度。其实头位抬起来是一个轻堆积，看上去是垂直切口，因为头位低了15度，这样呢我们更容易控制90度，快准狠，一定要满足商业的逻辑。大家注意靠片是1带2，是看清楚左右的靠片，然后划分线逐渐走高，那内部其实是圆形结构，大家注意看好。那因为我们继续剪圆的目的呢，是收紧内部左右，使其更加修长。那脖颈如果不定方形底线呢，就会变成碎的外线，旁边就会缺。因为脖颈偏细，如果脖颈偏粗或者发量偏多，我们可以不定外线，直接剪层次，直接剪圆，收紧粗的脖颈。所以技术的变化和形状的变化都会随着素材的变化而变化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启发，不要完全的去模仿。这边也是一样的，左上右下，因为划分线呢是斜向后，大家注意看一下，一定要注意到逐渐提升角度，这样呢越提升越不容易破坏底下的外线，同时也满足发际线由低走高的一个规律。注意看一下这一片动感区，我们上下是不连接，但是这一片呢，发片与地面平行，切口与地面垂直，一定要高于梳子水平，但是切口还是垂直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区是转角线黄金点的地方，如果你发片与地面平行，剪出来就有重量线，所以我们利用高角度垂直切口，高于黄金点，这样落位下来呢就不会产生重量线，本质是不连接，但是吹干之后会形成视觉连接，这样可以更好的起到一个过渡，利用结构打薄和做到衔接性。那动感区呢也是同样的一个规律，利用后发的导线剪出一个均等去除，这是一个圆的切口，但不是圆的形状。如果从正面看，左右它还是方形。注意看一下，这是一个拱桥形，不要往第一片靠。就是横向检查是一个方形，因为模特头顶偏尖，所以大家注意一下，我们上面的技术这边呢是均等去除，逐渐以多点放射剪完。那不要管刘海连接不连接，只要动感区的头发落位下来不超过刘海就可以了。其实和刘海是不连接的，更有空间感，更有丰富的层次和动感度。那整个头剪了7个方形。
我想给大家启发的是，因为发质比较细软，所以这款头发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刘海后面都是先定外线再剪层次？那是因为发质比较细软。那为什么剪方形？在风格设计上面呢，大家知道，在直播间我们自然吹干，利用9排包裹式的吹发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真实的看到结构的严谨性，还原度可以达到100%的一个状态，几乎都没有怎么去修，只是简单的点一下。切记的话，直进直出，不要点剪，因为方形内部有很多角，这样保留头发的形体。